那我这边介绍一下一个材质怎么处理半透明跟不透明共存问题哦。那这边如果你有玛雅档，就开原本的玛雅，然后我原本的材质就是用 Lambert。那其实这边是有分的哦。那个这边我都把它设一样，我全部用 Lambert。这个 Glass 我就不要了，我这样指定这样，所以全部都是 Lambert One 好了，指定好。那全部都是一个材质，然后我输出这个模型，输出选取的，然后我放在同样的下载区。好，然后 FB 叉FB 叉格式 ，OK， 好，那这个我就之一咯哦，就是一个材质的这样。好，那我再丢进来，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差异性哦，在这里贴图都一样哦，就不动哈。好，这个贴，这个丢，然后要合并哦，多个零件哦，好，所以要合并同一个，好，导入这样。好，那这边不管。好，所以它就 Lambert， 然后这 Lambert 3 Lambert 1 3哦，3是刚才的，然后这样换1哦，好，这样只有一颗哦，一颗，我就用原本这个哦，原本这个丢，这样，这个丢，看一下哦，它有分两个，你看这边就分两个，所以我还是要用这个了哈，好，用这个，好，用这个，然后锁起来。然后等比例10倍，好，然后你看这边就一个哦，好，现在讲这个版本哦，如果只有一个材质，那你怎么解决半透明跟不透明共存的问题？这个也要会，因为有时候会有这种限制。刚才的 Lambert 3给它因为1跟3的调法都一样，我就不调，就把刚才调好的给它，这样，然后在这里就会有不透明的部分，这样。模型我再次给各位哈，那如果你没有玛雅的话呢，其实还有一个解法哈。如果你已经有 Substance， 发现玛雅的档案不见了，那怎么办？好 ，Substance 除了会出贴图之外，它还可以绘出原本进来的模型哦。好，所以我从这边可以绘出模型。好，那是以三角面或四角面这里啊，现在预设的，我们现在三角面剖分啊，都接受预设值吧哈，好导出。好，那这边就 USD 或者是把它改成 FB 叉。那因为我这边只有一个材质，这是我有更新版的，所以它用几颗材质在 Substance 这边会看到，所以这个是一颗材质版的还可以输出 FB 叉，然后直接导出，你也可以再获取原本从别的软体丢进来的 3D 模型，所以 Substance 除了绘出贴图，还可以绘出模型，万一你的模型不见了，也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找回来。那这里的半透明怎么解决这个点2下，同样是这一个我继承过来了哈。那这边把它的属性改成不透明蒙版可以用的部分，你这边看一下哦，在这里已遮罩，那就不透明蒙版可以用，然后其他都可以用哦。可是如果你选择半透明就是半透明，你看刚刚连接这个金属感、粗糙度这些都不能用哦，所以这边一定要选择已遮罩，让其他这个连接线是正常的，然后你会多一个这个那这个。用这张黑透白不透这样接过去，可是这样直接接的话还是会出事啊。我们看一下这里这样接看起来好像没事这样半透明的对不对？好，半透明好像没事这样可是它在显示上会有奇怪的地方。它这里模型目前还正常，它有时候就会看到很奇怪，或者是你半透明会出不来。所以这个地方我先讲解法在这里你不能直接这样连，你要再加一个节点才能够让那个半透明跟不透明的部分共存，而且读到这个资料所以这里我先砍断你从这边拉出来，然后去找一个节点叫做那个 DITH DITH 这个 DITH 那个 temporal AA。你要加这个要记哦，不同节点，然后再连到不透明蒙版，好，这样就可以让半透明跟不透明的物质共存，这个要记哦，很重要的一个节点，好，等它跑完这个，然后这个线已经开始交叉了，我要把它往下挪，这里往下挪，这两个拉过来。
这样还是会打结，这样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就这样哈，这样好，有没有看到颗粒感的半透明的这个？好，这是一个解法哈。但是如果分2颗会更好，如果他没有说，专案没有这样限制，我是建议分2颗会比较好哈。可是有限制说你只能够用1颗材质，那解法就是这样子啊，它会这样闪烁，这没办法哈，因为这是昂略在计算的时候的顺序问题，好，所以这是一个解法哈。当你只有1颗材质，然后又需要用到半透明跟不透明，那在不透明的通道需要加上这一个节点，然后连到不透明的蒙板，这样才能够让1颗材质同时拥有不透明跟半透明的质感。OK， 那接着我想要把自发光的强度增强。我们有做自发光这个部分，可是我觉得不够强烈，所以可以在我们的材质，玻璃这个用不到，我关掉了哈，这个贴图也用不到，我关掉，避免搞混。那这是我的场景，我要的是 Lambert 啊，这张也不要了。好，来这张，那这个发光在这里哦，所以你可以去乘以一个数值哈，所以我们现在按一下 M 加滑鼠左键乘法，这里 A。图放在 A， 然后最后得到这个结果，然后我需要乘以一个常数，就乘以一个数字所以按住1键不放加滑鼠左键，这样你就可以把这个发光增强。那这里会有预览这个是圆柱预览，这个是球的预览，这是平面，这是方块。好，我用方块来看，这样可以吗？这只是预览而已，所以你要预览哪一个形状啊？这个是可以自定义，你可以把你的沙漏载入进来也可以好，这个我们就不讲那么复杂，我们只是要看效果而已。好，这里好，那这个数值我给它5是8亮了。好，所以游戏常会用到这种酷炫特效啊。如果不够亮，你给它50，就很亮了好了之后呢，记得存档它才会更新，那有时候这个参数50不够可能要5000或50万不用担心，电脑不会烧掉所以你就尽量的输入。那因为牵扯到整个环境光太暗太亮，会影响到这个光，到底50可能不够，可能要5万有时候 0.5 就够了不需要到5万5万可能就爆掉了你可能就眼睛就很刺眼所以这是做出一些酷炫的效果所以你都可以在不同的通道去乘以一个数值，它会让这个通道的 RGB 或者是功能会变更强或更弱然后刚才再提到法线如果你要让它增强，譬如说这里不够明显，你要增强，那刚才是不是有提到一个从这里拉出来Flatten Normal 有没有？然后这里再接过去所以材质复杂就会有连很多线，所以你要看得懂好，这样这个然后再乘以一个常数这个常数我给它10然后发光的亮度不用那么多，10就可以了。好了之后记得存档好，那存档好了之后我们再切回去看好，这样发光第一个没那么强了，第二个法线的立体层次会比刚才更明显，因为我们加强了法线贴图的强度，你自己在控制摄影机速度的时候自己要抓一下不是这张，是右边那个是这个好，你看那个沙漏那个白色这个纹路立体感层次就会更明显好，所以这个可以乘法线，再乘不是用一般的乘法，而是它专用的平整化法线压平法线，然后其他的都可以用乘法乘上一个数值，可以增减那张贴图的强弱程度